就因为我忙着帮皇后调教新宫女，没顾得上陪崔燕，他就把我的出宫名额换给了姜糖。我正要去找他质问，眼前飘过了奇怪的文字：女主宝宝你别气，崔燕自小缺乏安全感，她只是太在乎你了，被你忽视，她就忍不住做一些幼稚的事。对啊，宝宝，她现在还站在你寝殿外，眼巴巴等你呢。只要宝宝你跟她说说软话，她肯定连夜把名字换成你的女儿。崔燕连大雁都列好了，就等你出宫去你家下聘了。你勾勾手指头，崔燕把命都给你。我将信将疑，准备打开寝殿，却听到姜糖问他，在等岁安吗？你把名额让给我，岁安生气了是不是？崔燕声音冷硬，此次出宫名额由我定夺，我说让谁出宫就让谁出宫，他有什么资格跟我生气？我推门的手一顿，想起七皇子问我的，我求母后给我们赐婚好不好？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达达听书。崔燕显然是冲着我寝殿喊的，她声音越来越大。姜糖，等你出宫以后也要记得，女子当柔顺，不可太刚硬。小野平生最讨厌的就是做作的女人，觉得所有人都离不开她。我气得浑身颤抖。崔燕说我为皇后筹谋，打算是做作。那些奇怪的文字又蹦跶了起来。女儿，你别生气。崔燕的脾气就这样啊，她一没有安全感，就容易口是心非，说什么做什么，她自己都不知道的。只要你打开门，什么都不做，站在她面前，她一定会跟你道歉的。至于所谓的出宫名额，都不用你说，她绝对会换成你的。毕竟这小子晚上睡不着，都把你肚都揉烂了。我脸一红，不知崔燕怎么会有我的。这些文字怎么这么大胆？我深呼吸一口气，皇宫一年只有一次放宫女出宫的机会，我从13岁在宫中浮沉，如今好不容易熬到25岁，就连救过我命的皇后，我都咬牙舍弃了，我绝不能放弃这次出宫的机会。于是我还是打开了房门。月色皎洁，远处有流萤在飞舞。姜糖追在崔燕身后，一口一个燕哥哥，二人勾肩搭背，要多亲密就有多亲密。我转头去了皇后的寝殿，那些奇怪的文字又出来了。媚宝，男主站在拐角处很久都没走，他看你出来，故意和姜糖亲热气你的。你转身离去后，他立马把姜糖骂走了。媚宝，你快去看看他，那里蚊虫那样多，男主都快被蚊子咬死了。宝宝，两个人相处总要有一个服软的，只要崔燕心在你这里，何苦计较这么多呢？再不行，你想想你们相互扶持的这些年呀。他叫门嫡子，为何委屈自己在宫中做侍卫这么多年，还不是为了陪你？我深呼吸一口气，摒弃掉文字对我的影响，结结实实跪在了皇后跟前。往日早就歇息的皇后，正无精打采斜倚在小榻上，见我去而复返，她猛地坐起来。明早就要出宫的人了，不好好收拾东西，到我这里来做什么？奴婢记得前2日，七皇子求您把我指给他。皇后直接站了起来，老七说这话的时候，你也在，当时你不是一口回绝了吗？出宫后你安心跟崔燕成婚，我给你撑腰。老七虽然心里不得劲，但他不会给你使绊子。这么多年，我身边总算有了一份圆满，岁安，你要幸福，带着我的那一份。我眼眶也湿了。娘娘，奴婢的意思是，奴婢愿意嫁给七皇子。皇后愣了半晌，你墙头上的少年郎不要了？爬树给你递点心的崔二公子，你舍得舍弃？我和皇后名为主仆，但并肩作战这些年，我们懂对方所有的心事和不得已。他说的没错，我和崔燕是真正的青梅竹马。崔燕住我家隔壁，她母亲去得早，继母不像话，小小年纪在她院子中安插一堆漂亮丫鬟，更是引着她招猫逗狗混赌场。她那时不懂，只觉得我们是朋友，好东西要分享。他爬墙头给我送过蝈蝈，也给我送过梗着脖子啄人的黑公鸡。我院子动静太大，崔燕继母的阴谋才被我母亲识破。母亲和崔燕生母是手帕交，不忍心她被搓磨，就求着祖父把她接到了我家，跟着我大哥同吃同住，一起学骑射，一起读书。大哥高中状元那一年，他在狩猎场一马当先，被圣上挑中做了御前侍卫。而我因坊间谣传我祝家女会入主东宫做太子妃，被有心人设计进宫做了宫女。我朝规定，宫女除了嫁于皇室或者死，
否则唯有熬到25岁才有机会出宫。这12年间，崔燕一步步成为圣上心尖上的大红人，掌握每年出宫名额的核定。我从小小的宫女，一步步走到皇后身边，成为众宫女口中的穗安姑姑。本以为终于熬到头了，我终于不用生活在这个说一句话、做一件事都要想3遍的地方了。可崔燕卡着我出宫，逼我低头。我忽然觉得没意思极了，一辈子都哄一个人，没完没了的道歉和服软，我受够了。所以迎着皇后疑惑的眸子，我一字一句开口，不要了。那些文字都疯狂了。媚宝，不要啊！天哪，媚宝你要嫁给别人，崔燕会死的，她真的会死的。女儿，你到底知不知道你在做什么？崔燕还在为文字等你哄她呢。你怎么能答应别人的求婚呢？还是赐婚，一步错步步错。女儿，你清醒点啊！宝宝，求求你，别上头。崔燕真的只是气你，她心底最爱的人就是你。她拳头都攥出血了，话一出口她就后悔了，但她傲娇，她没安全感，她需要你时刻跟她表达爱。皇后虽然疑惑，但她知道我从不是任性的人，所以她端坐在书桌前，我研墨，她执笔，一字一句写下为我和七皇子赐婚的旨意。我正准备收拾桌子，她按住我的手，又写了一张恩准和离的懿旨。如若来日你遇到难事，而我又没法帮你撑腰，这和离书就是你的退路。赐婚的懿旨，我给你3日反悔的期限，3日后还没你的消息，我就和圣上选日子，为你和老妻准备婚礼。我瞬间就红了眼。娘娘，我丢下您一个人在宫里，您做什么还对我这么好？皇后拍了我一下，没良心的，我这2天刚适应新人的伺候，你再招我，小心我把你留在宫里做一辈子的老宫女。从皇后寝宫回来，已经是2更天，想到明天要出宫，我抓紧收拾行李。那些文字急疯了啊！我错过了什么？怎么媚宝就要嫁给别人了？媚宝，趁着皇后还没跟圣上说，你赶紧跟皇后说清楚啊！哎，我真是不明白媚宝你在想什么了。崔燕没安全感，需要人哄，傲娇，这些我们读者都知道的事，你怎么可能不知道？至于为了这点小事就闹成这样吗？我不管你是谁，我命令你赶紧从女儿的身上下来。女儿，你还在这赌气，人家姜糖又争又抢，这正拉着崔燕涂防蚊虫的草药呢。女儿，你快醒醒！我直接闭眼睡觉。第2日早早排在出宫宫女的队伍中，一想到马上就能见到爹娘还有小侄子了，我唇角的笑就怎么都压不下去。一路上放出宫的宫女都在跟我打招呼，恭喜姑姑。我也含笑点头。偏偏这么好的日子，还有人找不痛快。姜糖叉腰挡在我跟前，这是谁啊？不是我们最威风的穗安姑姑吗？崔侍卫都把你的名字从出宫名单中划去了，你还在这排什么队？刚刚笑着恭喜我的宫女尴尬挪动了步子。崔燕蹙眉站在我跟前，只有在出宫名单上的宫女才可以出宫，某些人以为排队我就会放她出去了吗？那些文字着急坏了。男主你能不能别傲娇了，媳妇都要跑了还在这装。女主宝宝，你别看她语气这么臭，其实她拿了2份名单，你哄一哄她，她就宣读另一份允许你出宫的名单了。你看她站得挺直，其实手在背后都快把手臂抓烂了。宝宝，你就服个软，小两口闹什么呀？我挺直腰背，一个眼神都没给她。见我不搭腔，崔燕凑到姜糖跟前，你回府后我就让母亲给你下帖子。你不说想去泡温泉吗？到时候你陪着母亲，我护送你们一起去。明明都决定跟七皇子成婚了，听到崔燕这些话，我心里还是会有些失落和难过。初入宫不懂规矩，被嬷嬷罚跪在冰天雪地里，落下了腿疾时，崔燕曾心疼握着我的手。穗安，待你一满25能出宫，我就带你去泡温泉。我问过大夫了，温泉可以去除寒气。1次不行咱们就2次，2次不行就1年，反正到时候咱们成婚，长长久久在一起，总能治好你的腿。可如今他却转头要带姜糖去泡温泉了，还随他的继母一起。难不成他忘记了母亲为了把他从虎狼窝救出来，求了祖父多久？他在我府上求学那些年，
母亲费了多少心血才挡住他继母的算计，把他培养成如今出息的模样。怎么一转头，他就跟他继母和和美美了？蚊子大抵也看出我难过了，一个个都跑出来安慰我。女主宝宝不哭，崔燕才不会带别人去温泉庄子呢。你最懂她了，怎么会不知道她跟她继母不和？女儿，你只需要装作腿疾犯了，踉跄一下，我发誓，崔燕一定会今天就带你去泡温泉。出宫的名单都不用你开口，她一定会给你的。姜糖却一个踉跄，跌倒在崔燕怀中。燕哥哥，你怎么知道我体寒？泡了温泉一定会好的。崔燕眸子直直望向我，我撇开了视线。她阴沉着脸，丢下一个册子给其他负责办出宫手续的人。姜糖受伤了，我先送他回家，剩下的人员你们负责安排出宫。他打横抱起姜糖，把那句不在册子上的人一定不能放出去咬得死死的，才疾步转身离去。蚊子很着急，妹宝，你只需要喊他，他立马会丢下姜糖回来找你。是啊，他就站在拐角处不走，姜糖被他掐得抽泣，还不敢哭。女儿，我作证，崔燕爱的只有你，你只要喊他一声。我懒得再看这些莫名其妙的文字，我的感受不会骗人。他们说的再天花乱坠，我还是感受不到崔燕对我的在意。感受不到，那就说明没有。所以我直接坐到了统计出宫的侍卫跟前。侍卫蹙眉，穗安姑姑，你别为难我们，您不在册子上，崔大人不在，我们做不了主。我直接拿出赐婚懿旨，哦，我是出宫备嫁七皇子的，这名册不名册的，对我没影响。仿若一阵风刮过，崔燕不知从哪里窜出，猛地拽住我的胳膊。穗安，假传懿旨，就算我也保不住你。姜糖面色难看，跌跌撞撞追过来。燕哥哥，他丑人多作怪，由着侍卫把他乱棍打死得了，你还管他做什么？崔燕却仿若未闻。穗安，这懿旨是假的，对不对？我盯着他的眸子，一字一句开口，是真的。过些日子还要请崔统领来喝我们的喜酒呢。崔燕胸口急剧起伏，眸子盯在懿旨上，青筋暴起。穗安，就因为我改了出宫名额，你就故意用七皇子让我吃醋是不是？小爷还就告诉你了，你爱跟谁成婚就跟谁成婚。小爷要皱一个眉头，小爷跟你姓。他拉过姜糖，留下一句，穗安，赌气也该有个度，不然来日我看你和程家如何收场。就转身离去。他也知道赌气该有个度，但以往他有一点不开心，就会故意和姜糖亲密。见我伤心难过，他又像个狗崽崽一样凑到我跟前。穗安，你知道的，我跟姜糖亲近，只是为了让你吃醋。我受不了你把注意力放在别人那里，我必须时时刻刻感受到你的在意和关心。看你为我哭，看你吃醋，我才感觉你心底是有我的。可我在诡秘的后宫，我是皇后娘娘身边最得力的大宫女。皇后娘娘统领后宫，我每日忙得脚不沾地，哪怕再费心周全，也会有顾及不到崔燕的时候。一次又一次，我忙宴席，她跟姜糖打情骂俏，我伤心难过，她像狗崽崽一样柔软求关注。可我越来越不快乐，在这段感情里，我筋疲力尽。到如今，我只想解脱。爹娘一看到我，眼睛就粘在了我身上。小侄子才3岁，正是天真的年纪，他昂头看着我，这个姑姑怎么没见过？一句话惹得我们所有人都红了眼眶。娘亲抱着小侄子笑，眼底泪珠翻涌。团子，虽然姑姑之前在宫中当差吃了很多苦。娘亲的话还没说完，团子就哒哒哒走到我跟前，递给我一颗糖。姑姑，娘亲说嘴巴苦了可以吃糖，这颗糖团子没舍得吃，给姑姑吃。我剥开糖放进嘴里，香甜味瞬间充斥味蕾。连日在宫中的紧绷和担惊受怕，还有崔燕反复的疲惫，在这一刻仿若都被冲淡了。我回家了，回到了有爹娘疼爱、兄长撑腰的家，不必睡觉都要留3分神，免得被人陷害；也不必走路必须低头，免得冲撞了哪位贵人，给皇后娘娘惹事端。娘亲絮絮叨叨，血脉天性，团子认生，第一次见穗安，居然舍得把糖果给他。娘日也盼，夜也盼，总算把你盼回家了。崔大人早在3个月前就找人来问过口风。阿燕那孩子，大雁早早列好了，
每日到处搜罗稀罕的东西给你做聘礼。虽然才回家就要一亲，但你们两个孩子早有默契，崔燕是我看着长大的。两家又住邻墙，明日我就找那陈氏商议一下你们的婚期。大哥也满脸喜色，阿燕跟我一般大，我儿子都3岁了，那家伙还在等你，你嫁给他，我们也放心。那些文字也乐呵呵的。好在程家都是我们崔燕的助攻。宝宝，你明天就去宫里递帖子，跟皇后说你后悔了，趁着还没惊动圣上，一切都还来得及。女儿，你们这段感情，我真是操碎了心，有种儿子娶媳妇的心累感。但好在马上就要修成正果了。崔燕在宫里放狠话，如今捏着媚宝的肚都做什么呢？好难猜哦。这别扭鬼，如今也得到惩罚了。媚宝看在他对你如此深情的份上，就别生气了。我忽然觉得很恶心。凭什么呢？凭什么崔燕做什么都有理由呢？这些文字叫我宝宝，却一字一句都在替崔燕说话。他们瞎吗？看不见崔燕一次又一次口不择言，一次又一次在我和姜糖之间游离吗？所以面对娘亲和大哥憧憬的眸子，我直接递上了赐婚懿旨。皇后娘娘做主，把我许配给了七皇子。3日后，宫里会来人商议大婚事宜。接下来要辛苦娘亲了。娘亲捧着懿旨呆愣在原地。大哥不可置信，不是崔燕吗？怎么是七皇子？你在皇后娘娘身边伺候这么多年，你求求她，咱们两家早有默契，如今嫁给七皇子算什么？我惨淡一笑，算我有脑子。崔燕和姜糖不清不楚，惹我伤心了，就道个歉。我忙起来，他立马找姜糖填补空缺。大哥可知，为了赌气，崔燕把我的出宫名额换给了姜糖。要不是我求娘娘赐婚，今日咱们还见不上呢。崔大人请永宁侯夫人上门提亲时，吃了闭门羹。家人盼我出宫，盼了这么多年。得知因为崔燕，我今年差点出不来，娘亲根本不给崔大人好脸色。当晚，崔燕再次爬上了我家墙头，她神色倨傲。今日我爹去提亲，你家人什么意思？穗安，你是不是以为我缺你不可？12年来第一次睡个踏实觉，我心情不错，耐心跟崔燕解释，崔燕，我爹娘盼我回家，就差望穿秋水了。如今得知你害我差点回不了家，娘亲没拿大扫把把你爹打出去，都是我娘脾气好。崔燕却好像听不懂人话，她撇嘴，我们崔家不要面子吗？想成婚也行，这回的你娘亲自去我家给我爹赔礼，不然我们崔家丢不起这个人。很奇怪，崔燕总能让我从放松进入到备战状态，我觉得厌烦极了。我都要嫁给七皇子了，我娘亲还去你家赔礼，赔你个大头鬼。崔燕脸色涨红，好好好，程穗安，你有本事，你攀上高枝了，未来的七皇子妃，你以为我崔燕非你不可吗？我曾经或许天真过，但如今看多了他和姜糖的亲密，我又怎会还抱有幻想？文字急坏了，媚宝，你快抱抱崔燕吧，她快碎了。天知道崔燕说完这番话，牙齿都要咬碎了。呜呜呜，女儿，乖乖，求你别把她的口是心非放心里。得知崔大人吃了闭门羹，他急得一天都没吃下饭，为了找你求和，他写了无数篇小作文。他这人就这样啊，无论背地里做了多少努力，无论心里多在意，但骄傲大于天，你哄哄他啊，只要你说一句软话，他能屁颠屁颠解决好一切。我从开始会因为文字动摇，到如今嗤之以鼻，也不过是几日功夫。他们叫得再亲密，说得再好听，却无一人站在我立场考虑过问题。后宫诡秘，我有可能因为崔燕的任性，在这1年里香消玉殒，但这点无人在意。他们只能看到崔燕的别扭和没安全感，却看不到我实实在在被崔燕伤透的心。所以我硬下心肠，崔燕，我已订婚，来日无论你跟谁在一起，我都祝福你们，但也请你顾一下我们两家的体面，不要再爬墙头。明日我会安排人在这墙头加固倒刺。鉴于咱们曾经关系，以后还是避点嫌比较好。那些文字气死了。女主，你到底在干嘛？我都跟你说了，崔燕在意的人只有你，你非得把在意你的人越推越远是不是？不用你嘴硬，等崔家真去姜家求婚，我看你怎么收场。
我感觉女人真的很烦人，有什么说什么不行吗？为什么一定要口是心非赌气呢？啊，我不理解，但我大为震惊。怎么闹到最后，这些文字还能怪起我来了？崔燕气势汹汹跳下墙头的画面，被我约见的七皇子看了个正着。带路的大哥欲盖弥彰，那个阿燕自小在我家长大，抄近路，对，穗安的院子和他府上连着，他为了抄近路。说到后面，大哥自己额头都冒了汗。我笑着帮他解围，七皇子喜欢下棋，大哥把你珍藏的玲珑棋局找出来，让七皇子下下看。大哥忙不迭离去。偌大的院子，除了隔得远远的下人，唯有我二人相对而立。他直入主题，你和崔燕的事，我早就知道。我颔首。之前在宫里，崔燕和姜唐打得火热，七皇子也是在那时候找到皇后娘娘，求娘娘给我和他赐婚。对于我和崔燕之间的纠葛，这些年他看得一清二楚。他眼底闪耀着光芒。昨日崔大人上门提亲，程夫人没让他进门。我宫中的眼线说，你是以我的名义出宫的。我忽然觉得自己有些卑劣。为了尽快出宫，没跟七皇子商议，就自顾自求了赐婚的旨意。人心易变，谁又能说七皇子对我的心意如旧呢？我抿唇，娘娘答应我，3日内我们若是反悔，跟他说一声，这次婚旨意就作废。娘娘这2年在宫里处处受掣肘，不然安排宫女出宫的事，她一句话的事，如今却要处处迂回。今日我约你，也是想跟你道个歉，对不住，我利用了你。那些文字松了口气。我就说嘛，我喜欢的女主宝宝不可能拎不清，对，赶紧跟男二还有娘娘说清楚，你们小2口把日子过好，比什么都强。妹宝快一些，崔燕气疯了，正拉聘礼和大雁去姜家呢。你们这对谈恋爱，我心脏狂跳。我说真的，等你们大婚，我必须做主桌，我操的心不比你们正主多。我看着这些字幕，忍不住自嘲一笑。七皇子却理解错了，他有些慌。穗安，我说实话，得知娘娘给我们赐婚，我高兴的一夜没睡。第2日我才知道换名单的事，我一颗鼓胀的心瞬间跌落谷底。我知道你是为了出宫，能帮到你，我很开心，但我还是不甘心，我想再争取一次。穗安，你13岁入宫，运气不好，分到我母妃宫中。我张口打断七皇子，都过去了，别提了。七皇子却眼眶猩红，你我运气都不好。我明明是贵妃所出，外祖家显赫一时，你家中多番打点，把你送到最受宠的翊坤宫当差，但向来骄傲自义的娘亲，怎么会跟一个运送泔水的贱民滚在一起？被发现时，那人身上的恶臭味，隔老远都能闻到。父皇也知道母妃是被陷害的，但众目睽睽之下，母妃跟一个肮脏的男人滚在一起，他脸上挂不住，甚至没给母妃辩驳的机会，就一剑斩杀了他。我拼命摇头，别说了。景逸，你长大了，如今你是分府别居的七皇子，曾经的一切该放下就得放下。七皇子仰了仰头，景逸，穗安，我是大雍七皇子，我原来的名字是景业，你饱读诗书，不会不知道业和义的区别。要不是当年你聪慧，帮着我母妃洗刷冤屈，我外祖家，包括我们翊坤宫大大小小，都会死在那场混乱中。可你却因此得罪了人，被送到浣衣局，若不是皇后娘娘仁慈，你的身子早就被那些人搓磨坏了。想起那些难挨的过往，我深呼吸一口气，娘娘死前怎么跟你说的？景逸，后宫纷争，一招不慎就会粉身碎骨，娘娘最大的心愿是你过好余生。曾经害娘娘那些人都被揪出来，得到了应有的惩处，如今你要往前看。景逸低垂眉眼，穗安，我提过往，不仅是感念你曾经为我所做的，更是想告诉你，从你13岁聪慧诚挚陷害我母妃的人开始，你就住进了我心底。我在母妃灵前年年发誓，要待你好。你若跟崔燕有情人终成眷属，我做你后盾。崔燕若辜负你，我也想为自己争取一次。穗安，考虑我一次，就一次，好不好？我发誓，来日若你不喜欢我府上的生活，我绝对还你自由。那些文字疯了一般在我眼前跳动。不要，妹宝，不要答应他，不要再跟他浪费时间了。
崔燕下聘的队伍还有半个时辰就到江家了，你快去追崔燕。你们不觉得对比崔燕，男二更令人心疼，也更在乎女儿的感受吗？我突然觉得女儿嫁给男二也不错。终于有人说了，我之前都不敢说。男主跟个蛇精病一样，一点不顺心就要找女配刺激女儿，明知道女儿有多在意出宫，他还卡出宫名额。机警聪慧小宫女 vs 突逢巨变七皇子，女儿和男二真的好好磕，就那种玻璃渣中捡糖吃，又苦又艰涩，但还能品出一丝甜，这才是上品，好不好？服了，每次看小说都能看到心疼男二的，你们心疼男二，你们跟男二在一起，真是够了。女儿，你可长点心吧，再傲娇下去，崔燕去江家下了聘，一切都晚了。我攥紧拳头，迎着景逸忐忑的眸子，脆生生应了一声好。大哥拿着棋盘姗姗来迟，好什么？殿下，下棋的时候，臣可不会让着您，要是输惨了，可不许恼。景逸眸中流光溢彩，唇角的笑怎么都压不下去。大哥尽管放马过来，今日就是一局都赢不了，某也开心。大哥的视线在我和景逸之间来回巡视，大笑着拍掌，好好好，看样我程家要喜事临门了。怕皇后娘娘担心，我特意递牌子进宫，把我决定嫁给景逸的消息告诉了她。娘娘欣慰拍拍我的手，你真心愿意，我也放下心了。实在是我这个皇后没本事，被淑妃和德妃挤兑的，竟连放自己大宫女出宫都只能借用赐婚的名义。我推心置腹，娘娘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娘娘跟我对视一眼，我们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野心。11皇子尚小，淑妃的大皇子和德妃的二皇子屡立奇功，后宫母凭子贵，大皇子和二皇子争气，淑德二妃的尾巴都翘上了天。但他们都忘了，圣上正当壮年，成年有才干的皇子老当益壮的圣上，这其中微妙的氛围，唯有和圣上少年夫妻的皇后最明白。如今娘娘和11皇子最好的办法就是韬光养晦。我出宫回府的轿子恰好和崔燕的队伍撞到了一起。崔府下人记恨我娘亲昨日给崔大人的闭门羹，挡在路中间不让我们过。我不愿意再闹事惹人笑话，命马夫挪车退让。崔燕却嗤笑一声，程遂安，你早如此乖觉，我何至于去江家下聘。现在崔江两家的婚事已定，就算你进宫求皇后收回懿旨，以后也只能屈居江堂之下。这人啊，该服软就得服软，梗着脖子犟，最后吃亏的只能是你自己。不过你放心，就算你做贵妾，看在你母亲待我的情分上，我绝不会允许江堂苛责你。听着这些浅薄狂妄的话，我突然有些怀疑，曾经我到底为什么会喜欢他。那些文字也迟疑了。不是，崔燕在说什么屁话？程家家大业大，家中女子太子妃都做的，人家有毛病啊，去给他做贵妾，他脸怎么那么大？我都期待女儿跟七皇子成婚，打脸崔燕了。在我心中，女嫔文，女儿喜欢谁，谁才配做男主。他一个劲欺负女儿，还不尊重女儿，有什么资格做男主？不是，你们都怎么回事？崔燕只是在说气话啊，你们看不见她紧张的手劲都抱起了吗？只要女主宝宝服个软，她肯定舍不得自己心爱的女人做妾啊。楼上，你在说什么屁话？她都去江家下聘了，怎么？女主宝宝服个软，颠宫男主就要毁了江堂一辈子？这是古代，女孩子被退婚，这辈子都完了。你们到底懂不懂感情？陷入爱河，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是很正常的啊。媚宝，你只需要叫他一声，他立马化身你的忠犬。我懒得再看这些文字争执，执意让马夫退让。崔燕等了很久，都没等我搭理他，气得留下一句，你别后悔，就驰骋而去。我确实没有时间后悔。虽然娘亲自我出生就帮我准备嫁妆，但毕竟是嫁入皇家，给个宫娘娘的见面礼，还有盖头啥的，都要慎之又慎。崔燕风风火火办订婚宴时，我在紧急绣帕子。崔燕和江堂出双入对，在上京城招摇时，我依旧在紧急绣帕子。一切准备妥当后，日子也来到了8月初8，良辰吉日，宜嫁娶。景逸天天变着花样给我赠礼物，情话绵绵的书信更是一摞又一摞。我知道他盼着我嫁过去，所以全福夫人帮我梳妆时，
我还有心情劝对方别给我涂太浓的妆。大哥悄悄跟我说，圣上和皇后都去了七皇子府，七皇子要晚一些来接亲，但出门的及时不能耽误，所以我要在城府门口等待七皇子的接亲队伍。这都是无伤大雅的小事，所以我一口应了下来。娘亲亲自递给我团扇，大哥背我上花轿。我在一片祝福和鼓励中奔赴我人生下一段路程。谁知没等来七皇子，反倒等来了崔燕迎亲的队伍。崔燕不顾身后浩浩荡荡的迎亲队伍，赤红着眼从马上跳下来。你早干嘛去了？今天我都把姜糖迎回来了，你知道抢亲了。晚了，我崔燕的正妻只会是姜糖。你要是乖觉，跟我道个歉，我勉强答应你今天入门。但今晚我不会进你的房间，我的第一个孩子也只会由姜糖所生。你身为妾室，就要懂妾室的规矩。周围围观的百姓都议论纷纷，程家小姐魔怔了，什么好人家找不到，非要上赶着给崔家做妾。就是说啊，程家小姐人品相貌，就是皇子妃都做的，为什么这么想不开？这女子行差踏错一步，就万劫不复，真是令人唏嘘。有这么高的出身有什么用？周围百姓的议论声越大，崔燕越得意，她唇角翘起。好啦，穗安，我知道你对我的感情了，但你这花轿的规格比正室都高了。这样，你跟姜糖换一下马车，让姜糖坐你的马车先入门。你回去换一下粉色的衣衫，晚姜糖一个时辰入门，这样看起来也好看不是？我气疯了，这花轿是锦衣专门为我准备的，里外的布置，还有这轿子中的熏香，都是按我的心意准备的。崔燕脸怎么这么大，空口白牙就想让我换轿子。那些奇怪的文字也热闹了起来，我气死了。我为我真情实感为这二逼说过话而道歉。他这种人就不配媚宝的感情，他怎么不去死？脸这么大，我也，磕 CP 磕到最后，像从蛋糕里吃出蛆一样恶心。谁也不许再洗白崔燕，妈的，拳头都硬了。这样的爱给狗狗都嫌弃。可是弱弱的说，崔燕心底是在意媚宝的啊。他看到媚宝的花轿，唇角就没下去过。只要媚宝哄他，要他命他都会给媚宝的。滚！他的狗命不值钱。七皇子在哪里？你媳妇都被人欺负了，你还不麻利来？崔燕说了半天，见我不搭理他，他猛地掀开我的轿帘。穗安，妾室不配坐八抬大轿，你换一下又不会。他话还没说完，就被赶来的锦衣扭住胳膊，直接踹下了马车。本皇子的皇子妃不配坐八抬大轿，谁配？崔燕，你生是活腻了，连本皇子的皇子妃都敢欺负。崔燕跌在地上，很久都没爬起来。她仰头望向我，穗安，你告诉我，这是假的，你怎么能嫁给别人呢？我们青梅竹马一起长大，我等了你这么多年，难道你也变得爱慕虚荣了吗？皇子妃的位置那么好，你连我们的感情都能舍弃掉。姜糖在顾不得新嫁娘的矜持，跌跌撞撞从马车中跑出来。燕哥哥，你怎么了？反被崔燕一把推开，滚开！要不是你从中作梗，穗安怎么会生我的气？都怪你，你这贱人！我娘没给我生过妹妹，你喊的哪门子哥哥？围观百姓越发议论起来。我就说嘛，程小姐皇子妃都做的。这崔公子真搞笑，还想换人家的花轿。他也不睁大狗眼看看，这轿子是皇家专有的规格，他也配用。那些文字更是热闹，爽！我宣布，在我这里，景逸是男主了。楼上加1，加1，加10086，快，送入洞房。本大馋丫头想吃点荤的。偶尔也有几个帮崔燕说话的文字，但都被这些支持景逸的文字覆盖了过去。在皇家侍卫的威慑下，崔燕就算不甘心，也不得不眼睁睁看着我们的花轿离去。喜宴办得很盛大，但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那些文字的哀嚎。女儿，啥意思？咱们谁跟谁？洞房为什么不给我看了？对啊，媚宝，我不要打马赛克，我是尊贵的严选会员。啊，媚宝幸福的话，我会比她先落泪。呜呜，12年深宫浮沉，媚宝终于有了圆满。跟之前看到那些袒护崔燕的字幕不同，我衷心感谢这些善意的祝福。
并且我会带着这份祝福，过好我和景逸的往后余生。和我们这边祥和的画面不同，通过文字我了解到，崔燕并没有娶姜唐入门。待我们的迎亲队一离去，他就调转方向，玩了出原璧归赵，原封不动把姜唐送回了姜府。在姜府门口，姜唐彻底疯狂，他撕扯崔燕的衣袖，你是不是疯了？一遇到那个贱女人，你就心猿意马了。你既然放不下她，你为什么要勾搭我？你以为把我送回来就没事了？我肚子里已有1个月的身孕，这孩子怎么办？我不信这天下没有说理的地方，不行我就递牌子入宫，让德妃娘娘给我评评理。姜老太爷要面子，孙女被送回，他气得脸红脖子粗。在听到姜唐说未婚先孕，还有周围百姓的指指点点，他一口气没上来，直接气死了。这下结亲不成，彻底成了结仇。姜家把崔燕和姜唐都打了出去，并放话这事不算完。姜唐有家回不得，不得不赖着崔燕回崔家。而得知一切的崔老爷，没等崔燕进家门，就在季氏添油加醋下，在门口当着众人的面打了崔燕50大板。崔燕是被抬回府中的。连续的惊吓刺激，姜唐当场就见了红，腹中的宝宝也没有留住。而姜家安葬完姜老太爷后，见缝插针在朝堂上给崔家使绊子，两家有来有回，闹得很是难看。我和景逸奉旨去封地时，崔燕将姜养好伤，他一瘸一拐来拦我，遂安，你不能跟他走，你是我的，咱们曾经说好的，一出宫就结婚。这一切被骑马跟踪他的姜唐撞个正着，他气疯了，一鞭子抽在马背上，直直冲着崔燕就撞了过来。崔燕躲闪不及，被马踩踏在地上，尖锐的哭嚎声响彻官道，那些奇怪的文字都嫌弃了起来。丑人多作怪，我现在一看到崔燕和姜唐，我就忍不住翻页，太恶心了。幸亏女儿当初没听我的，不然每日跟这俩颠公颠婆在一起，我们女主宝宝多委屈啊！你们都没有心。崔燕2条腿断了，她这辈子都站不起来了，你们还嫌她恶心？楼上不嫌弃她恶心，楼上把她接回家养着吧。真是既要又要，有话不会好好说，她不恶心谁恶心？为难女主宝宝的事，她少做了。是不是故事到大结局了？我怎么越来越看不清剧情了？我也，不过不管怎么样，女主宝宝是幸福的，这就够了。再见啦，女儿，要幸福啊！我在心底悄悄跟他们说再见，祝愿他们在自己的生活中也能收获想要的爱情和美好。到泉州的第8年，京中传来急报，圣上大限将至，令我们尽快回京。我和景逸对视一眼，开始磨磨蹭蹭收拾行李。坐运船的时候，我一天吐几百次。京城来人催促，但我孕吐，身子控制不住，来人也不敢甚催促。待我们晃晃悠悠到京城的时候，11皇子已登基，大皇子逼宫，已被斩杀；2皇子私藏龙袍，也已被赶去看守皇陵。已成为皇太后的娘娘点了点我的脑袋，你啊，也罢，跟着景逸在泉州那山清水秀的地方，好好过自己的小日子。和太后交谈中，我才知道，我们在泉州游山玩水的日子里，崔燕腿疾复发，早在3年前就病死在床榻上。而姜唐身为德妃身边得力的宫女，帮着大皇子传递不少消息。大皇子倒台时，姜唐唯恐东窗事发影响姜家，自裁而亡。我和景逸回程家住了半个月，娘亲就开始赶我们，你们身份敏感，上京城是什么地方？能不回来就不回来，只要彼此安好，在哪里不一样？反正还能写信嘛。我知道娘亲的顾虑，就算有千般不舍，依旧只能踏上回泉州的运船。好在大哥悄悄告诉我，他已经谋了去泉州的外放，最多明年，全家都会去泉州找我们。运河一路南下，我偶尔还要假装呕吐。景逸笑疯了，孕妇早起孕吐，后期安稳是很正常的，虽安你不必太心虚。我一拳倒在他胳膊上，不早说，装吐也是辛苦活，好不好？全文完，达达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